黑海又见俄罗斯空中手术刀，中国可以考虑发展查碰一体无人机。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大早上起来呢，就看见一条刺激新闻。根据美国、俄罗斯双方的报道证实，在黑海上空，俄罗斯的苏27战斗机和美军的一架 MQ9 无人机发生了某种不可描述的亲密接触。我是说俄美双方都承认发生了接触，但是过程描述有很大差异，所以在咱们这边来讲呢，要想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清楚，暂时不可描述。俄罗斯方面讲说，美国的 MQ9 闯入了俄罗斯为特别军事行动设置的临时空域，并且还关了应答机，那么俄方就必须抵近查证。俄方还表示自己根本就没碰美军无人机，是美军无人机自己剧烈减速导致失控然后坠海的。美军欧洲司令部的说法是，无人机当时是在塞瓦斯托波尔西南60公里的公海上空飞行，出事的时候俄罗斯人确实没有向无人机开火击落它，但是碰撞之前苏27多次以鲁莽、对环境有害和不专业的方式在 MQ9 面前喷油，滋了 MQ9 一脸。随后苏27飞到了 MQ9 后方的时候，撞上了 MQ9 的螺旋桨，迫使美方不得不让无人机在公海坠毁。注意， MQ9 的螺旋桨是在机身后方的，那么在双方距离较近、速度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后方的飞机如果太快撞上 MQ9， 那很有可能就是先撞螺旋桨。所以俄方说无人机剧烈减速，美方说无人机后方被撞，这一点倒是相互印证了，并且美军说有视频记录，准备公布视频。美方认为俄罗斯飞行员是想干扰 MQ9， 并非故意撞击，俄方飞行员飞行动作不专业不安全，显然是缺乏专业能力，并且相撞导致苏27也受损了，并且降落在了克里米亚半岛的机场。美国空军的将领詹姆斯·赫克在声明中指责俄罗斯人的鲁莽行动几乎导致2架飞机坠毁。不过美国也宣称不打算为这件事做太激烈的反应。那么到底实际情况如何，我们可以等进一步消息。我想国内很多网友情感上可能是希望俄罗斯再重演一次巴伦支海空中手术刀，主动的把 MQ9 砍下来。俄罗斯人确实有不少这种行动，也有这种传统。苏芬战争还有二战的时候，空中撞击就曾经作为苏联一种必要时不得不用的作战手法。冷战到现在，撞击也是俄罗斯空军警告对方，同时避免开火导致事态失控的手段之一。不过这么做确实有太多风险和不确定性。MQ9 当然经不起撞，不过苏27再结实也不是坦克，发生撞击，轻者呢是有可能损伤飞机的这个机翼，导致飞机控制能力下降。如果撞击位置靠近苏27的前部，那么产生的一些碎片还有可能被吸进发动机，那不是损伤发动机叶片，就是导致发动机失效，更不好，飞行员还要弃机跳伞，有可能危及生命的。对俄罗斯来说，战斗机跟飞行员现在都太宝贵。然后呢，看我们自己中国周边也有些国家会用侦察机、无人机对我们进行抵近侦察。除了美军的各种飞机经常过来，日本、印度也买了美军的无人机，印度用的还很频繁。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如何在不开火的情况下对付这些无人机。但是我们可以钦佩俄罗斯人的勇气但是最好不要重复他们这种经验，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手段，没必要让飞行员承担这些风险。我们完全可以使用无人机去拦截驱逐对方的大型侦察机或者他们的无人机。除了强调必要的飞行速度、高度等性能之外，咱们这种无人机呢，不需要携带高性能雷达、光学探测装置，尽可能降低成本。为了体现我们的善意，我们的无人机可以不往对方脸上喷油，但是可以喷各种颜色的染料，让对方无人机的光学探头还有拍出的画面充分符合美国民主党的品味。不过呢，我们的颜料可能不够环保，比如有腐蚀性，或者还有容易造成发动机磨损的物质，类似陶瓷颗粒这种。对方的这个侦察机或者无人机发动机吸入染料之后，最好及时拆开清洗。我觉得我们要搞这些无人机的话，让航天3院和9院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意就可以了。当然，无人机的观察和控制能力是毕竟有限的，所以我们也很有可能会非常不专业的跟对方的侦察机、无人机发生碰撞。双方飞机都损失的情况下，咱们可以比一比谁更吃亏。这时候我们就要算一下了，咱们一架廉价的无人机多少钱？美军一架大型侦察机多少钱？
日本买美国无人机，再加上这么多年的维护费，折合起来每架每年花费又是多少钱？